阿穷阿穷，世界之最。各国零件硬凑一柜，沙漠钢废，履带太脆。油门一响，7步报废，气得老先拍桌。经费啊，我的经费！中国主题的内容微笑已经讲了100多期了，我感觉大家暂时听腻了。而这2期印度内容大家还挺喜欢，于是我这几天呢，深度去查了印度的各方面，希望能给你带来一点点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，世界军工看印度，印度军工看阿穷。今天咱就讲讲印度军工的精华——阿穷坦克。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波3、4、5、6、7、8折，原因极其复杂。说到这儿，阿穷坦克可以说印度人为它倾注了全部的心血。这款坦克是世界上研发周期最长、研发经费最高、现役最重的坦克。印度人斥资207亿美元，花了30年时间打造的一款68吨的工业垃圾。这可不是我说的，是印度陆军自己说的，包括印度的媒体都说了，这哪是主战坦克呀，这不主败坦克吗？甚至把印度陆军折磨得够呛，在测试过程中居然主动作弊，就是担心阿穷坦克一不小心通过测试。那阿穷坦克究竟是怎样一个神奇的存在呢？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它的故事。阿穷坦克这可不是印度第一款自主生产的坦克，在这之前还有个叫胜利坦克的。这款坦克表现相当不错，可以说是为印度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那为什么这款坦克这么成功呢？核心秘诀就6个字：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。那时候的印度在军工制造方面可以说是一点经验都没有，但在印巴冲突之后，他们突然意识到，哎呀，坦克这东西可太好用了。但你说天天出去买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这么大个印度，自己造不了坦克，那能行吗？但是自己又没技术，怎么办呢？突然想起来曾经的好大哥英国了。有人说印度咋没找别人呢？因为2战刚结束，冷战刚开始，美国和苏联也没空管他，所以只能找英国帮忙。他把英国人捧得说，大哥，我都没考虑别人，一想造坦克我就来找你了。别人我都瞧不上，他们跟我说你不行了，我根本不相信。你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个日不落，我永远的好大哥。因为在这个时期，英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。英国人一听这话感动的不行，就像人落魄的时候一样，你跟他说点暖心的话，他就掏心掏肺对你。英国人也不例外啊，我这小兄弟真够意思，这个时候还能这么看得起我。而且英国和印度当年算是和平分手，情分还在，英国人毫不犹豫直接就答应了。再加上印度人也挺会来事儿，跟着英国人接着说，大哥，你随便给我弄点技术就行，就你那高科技技术，给我那么一丢丢，我就能称霸亚洲了。收拾那小卡拉米巴基斯坦还不是信手拈来吗？这可把英国人给忽悠瘸了。回去就把自己2战时期的主力坦克百夫长坦克全套技术都给了印度。虽然这款坦克在当时有点过时了，但对那个时候的印度来说，那绝对是够用了，而且还亲自上手。根据印度的实际情况，专门设计了这款坦克，该简化的地方简化，技术达不到的直接用替代方案。虽然这性能可能比不上百夫长那么厉害，但是稳定性特别出色，总共生产了2000多台，那是当年印度绝对的主力装备。这要是换别人，按照这个进度发展，未来军工肯定是一片大好前景啊。但那印度是一般角色吗？那三哥多自信呢？就单论这自信程度，放眼全世界他称第一，也就韩国人敢当第2。就什么技术你都别让他学会，会一点他就敢上手。所以当时一造完那坦克马上就膨胀了，这坦克也就这样，不过如此嘛 ，easy。而且经过这么几年以后，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一样了，冷战进入白热化，都想把印度拉到自己的阵营，他一下成香饽饽了，所以这下更加得意忘形了，就开始有点看不起英国人了。一看到那儿胜利坦克就来火，搞的什么破烂东西，还不如他那百夫长坦克呢。以前呢，那是大哥长大哥短的，现在张口闭口小英子，来。小英子，过来看看你造出来的这堆破蜡，到处都是问题，连狗都不稀罕用，赶紧给我去升级，要不然我收拾你。英国一听这话，火冒三丈，好家伙，现在不是当初求我的时候了。但这时候的英国也确实今非昔比了，从当年的大英帝国，现在已经变成了大英子了。所以为了赚点钱也挺不容易，硬着头皮把这活接了，接着帮印度搞升级。但结果到了70年代的时候，印度那边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个小道消息，听说美国那边已经同意卖给巴基斯坦现在最先进的 M1 主战坦克。印度人一听立马慌了，这可不行啊，我那胜利坦克再怎么改进升级也比不上人家那个东西啊，赶紧又去找英国人了。行了，小英子，那胜利坦克搞得差不多就行了，
我现在看上你们的酋长坦克了，你现在赶紧回去，快点把技术给我送到印度去。英国人一听，当场就炸了，我忍你很长时间了，你还没完没了了，不卖，贵贱不卖，就你出多少钱，老子都不卖了。印度人一听也来劲了，哎呀，你还不卖给我了？我买你坦克那是看得起你，不卖我算了，你那玩意儿我还看不上呢，我自己造，我大印度什么造不出来。就这样，在1974年，阿琼坦克项目正式立项，当时还不叫阿琼坦克呢，叫做 MK1，立志要造出属于自己的第3代坦克。至于要做成什么样子，正好当时德国造出来一款叫豹2的坦克，不错，就按照那个样子来就行了，目标也不用定得太高，超过德国跟苏联、美国看齐就行。也不知道喝了多少牛尿饮料，能说出这种豪言壮语。但当时印度政府啊，跟印度的军工厂都已经热血沸腾了，造必须造，没有困难，制造困难也得造。不得不说，项目刚开始那几年，印度人确实下了很大功夫，认认真真设计了好几年，最后又得出个结论，跟光辉战机情况一样，整不了。咱也不知道早干嘛去了，非得自己试试看，自己第1代坦克都是跟别人学的，现在要研究第3代坦克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这次印度人老实了，算了，我自己搞不定，我找人帮忙吧。从德国请人，当年研发豹2坦克的那批工程师亲自过来给他们设计坦克。不得不说，这次印度请的这德国工程师还真挺靠谱，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这图纸给画出来了，而且还特别实用。考虑到印度的实际情况，在技术选择方面用的都是那些相对更成熟、更稳定、更容易实现的方案。结果把这设计图纸交上去，印度政府一看不高兴了，搞什么玩意儿啊？瞧不起我大印度啊？还给我整什么好实现的？咱不用好实现的，实现不了咱就出去买去，买回来还实现不了的，咱直接买生产线，你就给我整那个最好的，技术成不成熟无所谓，不成熟咱印度人多用用就成熟了，放心大胆干，美苏不敢用的，我们印度照样用。这话唠得让德国设计师都干无奈了。但该说不说，印度当时还是有明白人的，就是那印度陆军，他一看你别扯了，到时候上战场的是我，你这东西搞得太不靠谱了。开始跟印度政府扯皮，结果就一个悬挂问题，跟印度政府扯了3个月，把印度陆军给整服了。拉倒吧，就这么个小问题，我扯了3个月，这我要全搞一遍。那猴年马月他也造不过来呀，结果完全出乎意料，还真让他说中了。阿琼坦克第一次交付是在2004年，真是猴年，7月份是马月8月份造出来的。你说就这天天外行指挥内行，这能造得快？那才奇怪了。后来在坦克的火炮选择上，把那个德国设计师都快逼疯了。现在坦克用的火炮呢，分为2种，一种是滑膛炮，一种是线膛炮。滑膛炮性能比较稳定，穿透装甲的能力比较强，而且成本比较低。线膛炮呢，就是打得准，精度比较高，但有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使用寿命太短，你打到一定数量后就得更换膛线，这就很要命。总不能打着仗的时候喊个中场休息去换膛线吧。所以现在大部分主流坦克都用的是滑膛炮，结果印度政府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劲了，就非要坚持用线膛炮。这下把设计师给惹急了，你现在告诉我哪点不如滑膛炮，我给你解释清楚，我给你修改，改到你满意为止。这一下把印度政府给整不会了，这设计师太固执了。想来想去，终于找到了一个让德国人无法反驳的理由。当年英国人打我们用的就是滑膛炮，用这个我有心理阴影，受不了了。一句话直接把德国人怼得没话说了。但是这你仔细想想，也不可能是这个原因啊。真正的原因是，据说因为线膛炮那边给的回扣更多，所以就直接选择了线膛炮。而这只不过是整个阿琼坦克制造过程中的一个缩影。不管是什么技术，只要回扣给的高，那就是好技术。所以印度定了个标准，毫无章法，一会儿要用成熟的，一会儿用不成熟的，他总能找到说辞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后来把那个德国设计师都给气走了。这活儿我要是干完了，我都没脸回去了。要是真做出个成品来，那以后我就接不到活了，所以连夜就跑路了。但这时候走不走已经无关紧要了，图纸基本上都搞定了。德国人一离开，印度就更加肆无忌惮了，而且想法早就放开了，国不国产无所谓，买回来不就国产了吗？而且印度人自己还特别有创意。局座当年讲过这么一个小故事，说这印度人啊，从苏联引进了一批坦克，在印度本地进行组装，结果发现在印度组装的这些坦克天天炸膛，连续发现了几十起事故。苏联专家一听，这可是大事儿啊，赶紧过来仔细检查，发现每个地方都没问题。这怎么回事？坦克还能水土不服了？你让我看看你的枪管怎么制造的吧。
结果一看，那给苏联人眼睛都气瞎了。苏联人制定的标准说这个材料需要在500度的条件下热炸2次，结果印度人一看啊，你们苏联多冷啊，都零下，咱印度可热啊，都零上30-40度，这里外里差50度，所以咱们不用500度，450度就够多了。你就想想吧，就这创新精神，那不炸膛才奇了怪了呢。这一点跟俞北辰的单发拦截率70，三发拦截率210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就这样，跟当年英萨斯步枪一样，靠着万国技术再搭配这种创新精神，阿琼坦克终于在1984年闪亮登场了。不过这只是个原型车，还不是量产车型，可以说完成度大概就50%，浑身都是毛病。但这次为啥急着拿出来？因为毕竟已经搞了10年，而且经费也快用完了，你再不搞出个样车来，要钱都不好意思开口了。所以赶紧先弄出来一台。印度政府这么一看，可乐坏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总算有自己的坦克了。而且一高兴直接给改了个名儿，咱们就叫阿琼坦克。这是取自印度战神的一个名字，名字都起得这么响亮，那经费还能是问题吗？就这样又折腾了几年，总算是把原型车弄得像点样子了，给印度陆军送过去了。结果印度陆军一测试，发现跟之前一样，全都有毛病。这坦克太娇贵了，那是冷了不行，热了不行，气温超过42度直接趴窝。备用炮弹只能放3发，打120发炮弹就得换膛线，开200公里就得重新换履带。最坑爹的就是发动机，这个坦克原本就是为沙漠作战设计的，用的是从德国买来的发动机，结果设计上问题很大，不仅动力不够，一进沙地直接一吸沙子原地报废。大家说德国发动机怎么这么坑吗？不是德国坑，是印度为了省钱砍价，根本没跟人家说这个要求。而且火控系统也存在很大缺陷，就是这坦克启动行驶之后，瞄准目标很困难，命中率只有30%。更糟糕的是还有一堆小毛病根本处理不过来了，像什么指挥塔设计不合理，那印度陆军都没向上级汇报。这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坦克驾驶员在操作坦克的时候，想把脑袋伸出来看看前面，但那个套管不能摆正，要是能摆正的话，直接给驾驶员来个砍头。这些问题全都凑到一块儿了，你说你是印度陆军，你能忍受吗？等到1991年的时候，终于破防了，不行，咱们就放弃吧，别跟自己过不去了，花那么多钱咱不要了，别再往里投钱了，行不行？有那钱我再买点坦克多好啊！而且现在已经过去10多年了，人家都更新好几代了。你说你现在再给我，就算造出来了，它不也落后了吗？印度政府一听，当场就火冒三丈，这怎么能行？不行，这难道只是一辆普通的坦克吗？这可是我们印度人的面子。现在我放弃了，那么多钱那不是白费了吗？我那脸面不彻底变成鞋垫了吗？我们必须继续干下去，这都是小事情，咱们不差钱。坦克你该买就买，阿琼该造还得造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刚才你说技术落后那事儿说的确实在理，落后了没关系，咱们加上新技术不就得了？正好现在有问题要改进，一勺烩一起搞定。他想的倒是挺简单，但是这些问题改起来都是个事儿呢。而且你加个新技术，你就得重新测试。当你一测试时间长了怎么办？接着加新技术，加完了再测试，时间又长了再加新技术。印度人开始套娃了，水多了加面，面多了加水。这个原理居然在印度的坦克上实现了。本来这个坦克设计的时候是50吨重，结果后来交付的时候变成68吨了。之前就是小马拉大车，动力不够，现在直接小马拉火车了。但你别管人家拉什么，这次总算是通过了陆军的测试，因为政府那边都已经发话了，听说后来标准放宽了不少，才勉强通过了测试。但是交付环节又出问题了。原本计划在2001年交付，结果因为各种技术难题，一直拖到2004年才勉强造出来5台坦克。就这样30年磨一剑的阿琼坦克，印度人总算用上了。但是经过印度人这30年精心打造，阿琼坦克的造价已经涨到将近1000万美元了。这个价钱都能买2辆苏联的 T90 了。不过别看阿琼坦克价格贵，它毛病还不少呢，平均故障率高达 60%， 现在用了不到10年时间， 75% 的坦克已经没法用了。印度陆军收到货之后，直接就跟军工厂说了，我当初答应你们采购124辆，我已经做到了，再让我多买1辆，不可能了。说实话，听到这里，我都认为这阿琼坦克的寿命应该到此为止了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印度这边还有高手。阿琼坦克的兵工厂竟然掏出了阿琼坦克 2.0 版本的 PPT。 大哥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卖你阿琼坦克了，咱们就卖阿琼 2.0。
我把这些问题全都改进，保证给你一个全新的坦克。印度陆军根本就不买账，但是掏钱的是印度政府，人家买账就行。我看你小子有前途，我再给你个机会。而且还把莫迪老先亲自请过来为阿琼坦克代言。那总理都出面了，那你不买也不好使了。硬着头皮又订了120多台，但是研发的过程也是十分的坎坷。后来军工厂自己都不好意思了，这要是叫阿琼坦克 2.0， 多少有点不要脸了。于是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，临时改了名字，叫做阿琼改。之前叫 MK2， 现在叫 MK1A。当年咱们局座不是说过吗？咱们搞的不是歼20，搞的是歼10改，就是为了忽悠美国人。我们没有研发新设备，但印度人狠起来连自己都骗，那是真把印度陆军当小日子来整啊。然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，印度人也做到了雨露均沾。不仅前面说的空军和这期的印度陆军，海军他也没打算放过。当然，这就是我们下一期的内容了。最后，微笑希望得到你的订阅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